这个鲸鱼的太夸张了，跟我腰一样粗。一时不知是你腰太细还是它太粗。我都惊了，我看了半天，我们发现这有个博物馆。我们从中国开房车到了冰岛的首都雷克雅未克。我一开始看这个馆，我没反应过来，仔细一看，什么？竟然是一个生殖器博物馆。他说这里老少皆宜，我们去看一下。所以我们俩还是充满了好奇的。我相信你们应该也很好奇。满脸问号。哇哦，酷哎！这里博物馆的门票是5500两张，折人民币就是144一张票。哇，走过去有点震惊。他们把这些运动员都做了建模。周伯牛哪里不对呀？周伯牛，他是一位捐献者，这60岁当地人捐献的，这个是95岁当地人捐献的，还有个40岁当地人捐献的。哇，这是牛的，我天，怪不得吃的大补啊！他们甚至拿这个牛鞭做了拐杖。这些猪还有羊，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有这样的结局。可以看出来，野猪比家猪的要小很多，所以说家猪吃得好啊！我一直以为野猪比家猪的壮，没有想到恰恰相反，原来羊是毛茸茸的。这个是马的，这马看着是真健壮。这边就开始逐渐离谱了，长颈鹿、斑马鹿、羚羊、骆驼，这里的驯鹿、麋鹿各种鹿，这个带颜色是驯鹿的，保留了原来的样子，怎么有一种路边泡酒的感觉？你好，长颈鹿，虽然我没有见过你，但我见到了你的，算了。我以为狼会很大，没有想到并不大，平均长度差不多在9厘米左右。这个犬科的其实都还好，看到鲸鱼我真的惊了。这边就主打一个巨物恐惧症，鲸鱼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死后会被切掉过来展览。这是我的拳头，这是它的切片。然后这边就是抹香鲸和座头鲸，这个鲸鱼的跟我一样高啊，它这个太夸张了。看它有多高，183的拳头，这个起码1.7米。太夸张了，跟我腰一样粗。一时不知是你腰太细还是它太粗。这还是它疲软的状态下，它要是支棱起来，那真的是。这是鲸鱼的皮，是它的包皮。好像是因纽特人还是哪里的人会选择拿它的皮做衣服，但这么看来，它这个皮其实没有那么大，那要很瘦的人才能穿进去。手感很像是牛皮，而且比牛皮还要硬，没有什么味道。我在说什么？这个博物馆的馆主他的爱好挺特别呀。这个是鲸鱼中间那根骨，鲸鱼里面的这个座头鲸是最大的。你看啊，人类真有意思，拿它装花当花篮，它这个骨头也是从大到小排列的。这长度还有蓝鲸、虎鲸，作为这个鱼类最大的哺乳动物，鲸鱼和海豚啊，哺乳动物里面应该算是非常大的，赶上手臂粗了。我是没想到这个海豚的挺夸张啊。下面这是它的蛋蛋，上面是它的丁丁。拿我拳头做个对比，这是海豚的，这是鼠海豚，比较小的海豚。据说大象可以控制它，然后用它来瘙痒。这个猫科动物，特别是这个豹子，比想象中的小很多。这应该是狐狸啊，这是灰狐的。怎么判断它是一夫一妻还是一夫多妻呢？其实是从它的睾丸判断的，而不是它的丁丁长度。它的睾丸比例越大，可能它会有更多的老婆。如果它睾丸就适中小一点，它就一般都是一夫一妻。但是灰狼就是一夫一妻制的，所以你会看它的整体比例没有那么夸张。像这个猫咪呢，就有一个点，就是它的丁丁上面是有倒刺的。它在交配之后呢，是为了防止母猫逃走，所以它会有一个这样的特殊性。它们呢也是没有那么强的这方面的欲望，所以它们的丁丁呢就不是很大。我觉得呢，此时好学的朋友们是开始扒拉起自己家的猫了。这是豹，这个豹是7.5厘米的长。他们说按照身体比例，仓鼠才是最大的，但是我看了半天没看到，原来用放大镜才可以看到这个仓鼠。从这个身体比例来说，豚鼠的真的比鲸鱼还要大。这个老鼠虽然小，但是没想到鼠科的这个是比例最大的，鲸鱼的比例都没有它的大。没有见过海螃蟹的吗？就是它这个壳啊，还好我没有吃掉，都把它剥掉了。这是叫球鱼吧？它甚至把它整个都当成了标本。它在国外其实蛮火的，因为有一个鞋是球鱼鞋。我以为这个是熊的丁丁，没有想到是它丁丁里面的骨头。棕熊它也是有这个骨头，你看这是浣熊，这是海狮的骨头嘛？对，是它那个骨头。这应该是大象，这是海狮。这仨海豹是最小的，所以它们放在了海豹展厅的开头。它的蛋蛋好大。这个东西叫树前海豹，这应该是一个冠海豹。它怎么这么妖娆？它有想过自己丁丁的骨头会用来展览吗？这是太平洋海象，我以为这是它的牙齿，后来我仔细看了一下，是它丁丁中间的骨头，这玩意儿都能够当榔头了。他们因纽特人的确会用海洋动物的这个来当一个武器。这个博物馆是我未曾设想的地方，确实是长了奇怪的知识。这个博物馆特别有意思，它把这个海豹呢都放在这个展厅里，然后你就可以清晰的知道哪个品种的海豹大，哪个小。这个灰海豹属于中等，罐头海豹应该是最大的，巨大的就是海象。一开始我以为是牙齿，像这种雕啊、浣熊啊，这是臭鼬。臭鼬啊，应该是比例最小的了。这是我的指甲盖，但是它体型挺大的。当你撞到最后一个展示，你会发现它充满了幽默。什么怪物啊、山妖啊、精灵啊、人鱼啊，它都给你说。尤其是那个隐形人，长得
一看就会觉得，他在骗我，我感觉他在逗我。他们说这是北欧神话里山妖的丁丁，山妖真的存在吗？这两个他说是隐形山妖的。冰岛精灵隐秘的精灵，这个是冰岛精灵的丁丁，它会隐身，所以6R是你吗？他非说这是精灵的，我也没有办法反驳。主题就是各种神仙鬼怪的丁丁，最后发现这些都是真的，那才叫可怕呢。这是格鲁特吗？有一种写实之间带着一些诙谐的感觉。很搞笑，美人鱼的。对，人鱼的。他在骗我。这个博物馆很诙谐，很幽默。对，这是一个幽默展区，这些奇怪的老头。这是电话，是真的电话，它是个壳包裹着电话。哎，别乱点，真的可以打出去的。真的可以打出去。对，很灵性的拐杖。你说以后我老了拄一个这拐杖走在街上是什么感觉？就很拉风，回头100%。这是它的灯。征服冰岛的丁丁。这是山妖的嘛？他在记录这个笔记。这是一个充满艺术气息的丁丁展馆，冰岛的地图。这个应该是他们之前的馆长，这个馆长很有意思啊。这个画很眼熟啊，会想起那个达利的《记的影》。各式各样的这种工艺品。它这个灯好像会售卖，但每年只会卖一些。是用动物淡淡的皮做，像水母飞起来的水母。这是谁的？甚至被当成了灯。你觉得这好看吗？还行。他们说这个制作的时候非常的恶臭，但是当它做出来之后，你看它还有一点淡淡的温暖的光。观众老爷们，你们看这个灯是不是还真挺艺术的？我都想买一个回去。你看这个项链，你想到了什么？就丁丁啊，记得吗？日本的那本书，女主因为太爱那个男生，就是把他嘎了，然后把他的生殖器变成了一个项链戴到自己身上，记得吗？好吧，我误会了，我以为是有那个什么边卖，没有，这里没有任何牛边的食物，这里只有丁丁形状的华夫饼。这个机场的形状多少是有点厉害啊，它这里还有好多纪念品。这个平起子多少是有点诡异，它这还有煎蛋器呢，这些是纪念品。然后这里还有卖明信片的，太狠了。这个冰箱贴算了，不买了。这个耳钉，好吧，逛完这里了。是未曾想过的知识，是未曾设想的有趣，很硬核。它是小孩也可以来这里参观的。对，今天收获满满啊！你们觉得呢？